男人意外发现自己的意中人是前女友的好闺蜜，他竟然试图让前女友帮自己实施追求计划。男人万万想不到，这个决定竟会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女人名叫刘韵文，这天她突然收到了前男友庄博信的邀请。然而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初无故抛弃自己的庄博信，此次找自己，目的居然是想让她帮忙追求闺蜜蔡慧妍。蔡慧妍是个家世显赫的官二代，最近刚转来学校，并和刘韵文成了好友。庄博信知道后，便想让刘韵文帮忙，但如此荒唐的事情，刘韵文自然是嗤之以鼻。再加上刘韵文对当初庄博信的绝情仍耿耿于怀，因此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对方。谁知庄博信为达目的，除了低声下气发毒誓道歉外，还不惜拿出2万块当做刘韵文帮忙的酬金。刘韵文闻言似乎心动了，但为了出气，他故意提出了条件，让庄博信上街大声辱骂自己是人渣。没想到庄博信竟真的照做了，甚至连刘韵文突然变卦要将酬金提到3万，他最终都咬牙答应了。前男友的急切与反常，顿时让刘韵文心中疑窦丛生，因此她便决定先答应对方，随后再慢慢查探原因。而此时的庄博信则是欣喜若狂，以为自己的计划终于可以顺利展开，殊不知这竟是他走向深渊的开始。很快，刘韵文便信守承诺，将蔡慧妍的喜好特征通通告诉给庄博信。得知对方是个微博控，并且爱好文学，经常到图书馆和咖啡厅看书后，庄博信便关注了蔡慧妍的账号，积极点赞回应她的话题。等到成功引起对方注意时，再备足了功课，来到图书馆假装邂逅，与蔡慧妍接触，并投其所好地与对方谈论文学作品。而不明真相的蔡慧妍很快便沉醉于庄博信的才华之中。见到对方的兴趣爱好和自己如此相投，蔡慧妍也不禁渐渐生出了好感，两人的关系就此日益熟络了起来。有次结伴骑行，蔡慧妍一时不慎跌倒崴伤，庄博信顿时心疼不已，马上细心地按摩起她红肿的脚。这份体贴也让蔡慧妍更加心动，眼看着自己进展顺利，庄博信是暗喜不已。然而他却不知道，刘韵文竟一直偷偷跟踪着他们，眼神中充斥着醋意与不甘。没多久，庄博信的计划很快来到了非常关键的一步。这天，蔡慧妍骑车回校，却在半路上遭遇了一个故意碰瓷的无赖，对方胡搅蛮缠，要他赔钱。蔡慧妍不禁惊慌失措。就在场面僵持不下时，庄博信及时赶到，谎称自己提前录下了刚才的一切，要报警拘捕无赖，这才成功吓退了对方。庄博信的机智和勇敢顿时让蔡慧妍更加着迷。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次的英雄救美竟都是庄博信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发展两人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被刘韵文看在了眼里，见到前男友为了追求自己的闺蜜竟如此用心良苦，而自己当初却没有这种待遇，悲愤交加的刘韵文心中愈发难受。于是当蔡慧妍问起她对庄博信有何看法时，刘韵文却纠结不已，含糊其辞。不久后见到时机成熟的庄博信，便决定向蔡慧妍求爱。他先在咖啡馆营造浪漫气氛，再借路人起哄造势，终于让蔡慧妍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但春风得意的庄博信却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刘韵文正用哀怨的眼神注视着自己。眼看庄博信成功，刘韵文心中越发不平衡起来，愤懑不平的他很快便找到庄博信，表示自己不想再继续了。庄博信看出了刘韵文的反常，担心对方在这个节骨眼上将两人的往事泄露出去，那所有的计划都将前功尽弃。为此，庄博信提出让刘韵文继续帮忙，等他和蔡慧妍订婚成功后，就将酬金翻倍。刘韵文闻言竟再次答应了。不久之后，庄博信就顺理成章地与蔡慧妍发生了关系。完事后的他便顺势提起了结婚，而已经情根深重的蔡慧妍并没有反对，但表示要先带庄博信回去见家长。然而当蔡慧妍的父母得知庄博信家世平凡后，却顿时不满意了起来，对这门亲事也表现出反对的态度。离开后的庄博信顿时表现出一副沮丧的样子。蔡慧妍见状则心疼不已，马上鼓励说她并不在意庄博信的家庭条件。殊不知庄博信根本不会因为这点挫折放弃他心中的宏伟计划。而很快，庄博信的绝佳机会就来了，蔡慧妍竟然怀孕了。得知消息的庄博信顿时振奋不已，马上劝蔡慧妍把孩子生下来，自己会做个好老公、好父亲。一番真情切意的告白让蔡慧妍感动不已，下定决心一定要跟庄博信结婚。如果父母不愿意，他就偷户口本出来，跟庄博信偷偷登记。
见自己已经彻底俘获了蔡慧妍的芳心，庄伯信是喜不自胜，顺势给对方说了很多情话。然而这一切却都被躲在一旁的刘韵文听到了，悲怒交加的他忍不住冷嘲热讽起来，让蔡慧妍别被花言巧语骗了，但随即又说自己是开玩笑的。庄伯信听后，心里顿时像坐过山车一样。而刘韵文临走时随口提到的一句3万之约，更是让庄伯信胆战心惊。好在蔡慧妍并没有深究，一场危机才得以解除。意识到不对的庄伯信，为了稳住刘韵文，便私下请对方喝酒，期间极力说着好话。可没想到，酒过3巡后的他们竟旧情复燃。庄伯信借着酒意顺势吻了刘韵文，随后两人便来到宾馆发生了关系。此时的庄伯信是春风得意不已。当刘韵文询问他这样做会不会觉得对不起蔡慧妍的时候，庄伯信却是毫无愧疚感。原来庄伯信一直将利己主义视为交往原则，当初和刘韵文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刚上大学空虚寂寞，而后来之所以坚决分手，是因为第2任女友韩小璐是个富二代。至于现在费尽心机追求的蔡慧妍，则是由于对方父亲是高官，庄伯信看中的正是对方丰富的人脉。此时的庄伯信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却不知道刘韵文已经将刚才的一切偷偷录了下来。发现自己在庄伯信眼里只是排遣寂寞的工具，刘韵文顿时愤恨不已。而她帮庄伯信追闺蜜的这个决定也慢慢开始动摇。这天，当她知道庄伯信要高调地向蔡慧妍求婚后，心思就马上活络了起来。等蔡慧妍回来后，庄伯信刚表示要给对方惊喜，不料刘韵文却突然出言打断，直言说要告诉蔡慧妍一个秘密。庄伯信见状瞬间大惊失色，担心刘韵文要揭穿自己，他赶紧找了个借口支开蔡慧妍，随后便想办法尽力稳住刘韵文，不仅许诺明天就将1半酬金带来，还保证自己以后会和蔡慧妍离婚，并娶刘韵文为妻。但刘韵文听后却不以为意，反而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要庄伯信今晚就和自己走，改天再求婚。不明所以的庄伯信只能答应。谁知刘韵文竟带着他来到宾馆，两人又一次发生了关系。事后庄伯信很快沉沉睡去，但刘韵文却心绪纷乱，难以入眠。他意识到自己现在或许可以控制庄伯信，但对方的野心太大了，一旦他成功与蔡慧妍结婚，自己就再也没有把柄控制和报复庄伯信了。思前想后，刘韵文做出了一个决定。这天，蔡慧妍兴奋地向刘韵文分享自己的喜事，表示她明天就要和庄伯信去登记结婚了。原来蔡慧妍的父母始终反对这门亲事，见事情没有回旋的余地，蔡慧妍这才将户口本偷了出来，决定先斩后奏。可刘韵文听完后，表情却意味深长了起来。这天，刘韵文一路跟着蔡慧妍，看到对方和庄伯信进了民政局准备领证后，他拨打了一通神秘的电话。而就在庄伯信和蔡慧妍即将登记的时候，刘韵文突然现身阻止，并扬言要将真相道出。见势不妙的庄伯信顿时大惊失色，连忙拉着刘韵文想要劝解。但此时的刘韵文却铁了心要干一件大事，他不顾庄伯信的阻拦，将自己是庄伯信前女友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来刘韵文之所以恨意难消，竟是因为当初庄伯信绝情分手时，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他头上，污蔑他水性杨花，与学长关系暧昧。不仅如此，庄伯信还要求刘韵文将自己在恋爱期间的花销如数退还。而最让刘韵文崩溃的是，庄伯信之所以如此绝情地和自己分手，竟是为了和富二代韩小璐在一起。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不久之后，韩小璐竟也被庄伯信无情坑害。原来在得到韩小璐的资金支持后，庄伯信便野心勃勃地展开了自己的计划，准备赚取第一桶金。他请了一名作家写剧本，等看过作品后，庄伯信表面上以不满意为由拒绝合作，暗地里却以韩小璐公司的名义将剧本私自投资运作。等到作家发现想要维权时，庄伯信早已过河拆桥，将韩小璐无情抛弃，害得韩小璐官司缠身。说到这，庄伯信顿时激动不已，第一时间出言否认。不料他的第2任女友韩小璐却突然也到场揭发庄伯信。原来刘韵文先前的那通神秘电话就是打给韩小璐的。看到韩小璐，庄伯信顿时语塞了。而刘韵文的控诉却还未结束。那时的庄伯信虽然倾家荡产，可却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紧跟着就打起了蔡慧妍这个官二代的主意，这才找到刘韵文帮忙，并费尽心机追求蔡慧妍。庄伯信听后彻底慌了，还想狡辩，刘韵文却拿出了那晚庄伯信惊世骇俗的言论录音，铁证如山之下，庄伯信再难自辩。
得知真相的蔡慧妍顿时崩溃了。他对虚伪的庄伯信心如死灰，对好友的出卖更是失望至极，最终悲泣离去。刘韵文和韩小璐见状，这才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刘韵文为自己的大仇得报沾沾自喜不已，可他却万万料不到，一场致命危机也已经悄然来袭。故事的最后，庄伯信还奢望能与蔡慧妍和解，但蔡慧妍却已然心死，甚至私底下做了药物流产，坚决不再给庄伯信机会，并不由分说地赶走了他。功亏一篑的庄伯信将恨意全部归咎到了刘韵文身上，一个可怕的想法也随之产生。庄伯信竟带着一瓶酒精找上了刘韵文，两人一番唇枪舌战无果后，庄伯信便疯狂地将酒精泼在刘韵文的身上，随即掏出了打火机，两人最终同归于尽。屏幕前的各位是如何看待庄伯信这种扭曲逐利的爱情观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